众平安，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国际议题，跟我们一起讨论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第2小时陪伴我们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上当然看一件消息啦，那这样就是川普遭到枪击哦。刚1点钟，很多新消息、不同的消息一直涌进来的时候，我们经过整合，到了现在，我们来看时间点，更多的资讯是经过证实的。宾州在昨天傍晚，台湾时间是分开来的了哦，就昨天的晚间大概6点15分左右发生了这起枪击案，在台上演讲，突然传出的这个画面，我们先看看现场画面。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看到这个画面上，大家都吓坏了。你看到很多的民众在旁边惊呼声中，他普地之后被这个旁边维安人员拉起来，然后拉起来之后，他说 “wait， 等一下”，哇！群众欢声雷动的时候， Take a look at what happened. 对，为什么他喊了什么？他喊了 fight， 他先说 wait， 不要走，他立刻又站起来，把群众把这个维安排开，喊了战斗。立刻现场，因为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这群众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啊，所以当他一旦平安的，然后喊 fight 战斗的时候，哇！这所谓的支持者都为之疯狂。川普肇事传枪响这件事情，支持者变成肉盾啊！川普平安无事，但有一位民众在现场直接被从后脑射穿，当场身亡。那么还有2名身受重伤的无辜的民众。但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当时还有恐怖的子弹，就差了一点点就会射到他了。这是民众的画面啊，在各种的惊慌声中，大家窜逃里面，就有一位民众被射伤。然后当场在当地所以现场很多的民众很惊慌，这个乱七八糟的画面，就是因为他们大家都在窜逃当中。但所谓的精准打击是真的很惊恐，看起来是要置他于死。而当场媒体很多啊，这个是《纽约时报》拍到的画面。我们上一节在讨论到的时候就觉得哇，真神，居然连这个白线这一条都拍下来，这是子弹的画面。刚好川普往头旁边一撇，转头过去了，否则当场就已经被这颗子弹给击中。不过有消息人士说，川普疑似被提词机碎片击中才受伤流血，这一点呢就有待要证实啦。因为到底是被子弹划过还是玻璃碎片，他自己本身的这个告诉大家的回应的社群上面发的文是说，他自己被子弹射击伤了他的耳朵哦。好，谁干的？现在查出来。宾州20岁男性当场被击毙，是用 AR-15的半自动步枪，就在135米外爬上屋顶开火。位置图大概是这样子，我们看看川普站在这个讲台是在这个位置，旁边有维安的狙击手，看到后来击毙杀手的地方，疑似嫌犯的位置，其实我觉得距离还蛮远的，所以是先开枪射向了川普，枪声一起，立刻狙击手就射向了嫌犯，当场把他击毙。所以当中有很多阴谋论，一开始发生的时候就在网络上传遍了啦哦。例如像有《纽约时报》居然直接说做了这个报道，我本来还以为只是网络新闻，居然是《纽约邮报》的报道，他居然说行凶者疑似是中国人。然后随后才又修改，把这个快报修改成为一名白人。马上随后这个嫌犯画面就出来啦。宾州20岁男性一看西方面孔，为了什么原因？当然警方还没有公布。但是一开始居然用报道说疑似中国人。当时川普谈的刚好是跟移民政策有关的政见，这种报道也实在是有点严重，居然可以直接先这样带风向，立刻改完从 Chinese 变成 White male， 就立刻这样改。那对于一个他的公信力来讲，当然受到很大的冲击咯。FBI 最新几个消息证实，是枪手企图暗杀川普哦，1死2伤的现场。FBI 说，在枪响那一刻，国安单位或任何情资都没有收到啦，直到开枪之后才知道川普肇事现场呢有可疑人士在。想要射杀川普，所以没有任何的情资先知道能掌握。那距离这么远，135公尺、150码这样的距离，其实这个分析是说，这样的距离，正常枪手都能合理击中人体大小的目标。举例来说，美国空军招募标准就是使用 M16步枪击中150公尺以外的目标，很简单吗？我也不知道啦。但刚刚将军都说，这个其实已经枪法非常的精准，因为呢，这次用的是民用版的 M16，相对的没有那么容易控制。而击伤川普的这20岁凶嫌，登记是共和党选民哦。
还捐给民主党的团体大概500块美金这样子台币啊，因为它是15块美元的概念。那它到底为什么呢？是跟美国国内各种的两极化的冲突价值观有关吗？学者分析，川普遇刺就是警讯。美国的强大过去世人皆知，但是阶级的贫富的差距，各种种族的冲突，那甚至移民的冲突，都是很大的警讯，越来越分裂。所以今天枪手瞄准的是川普，明天可能轮到拜登了吗？那这样会对拜登的选情比较有救吗？亮哥，我这个有时候过度推论啊，因为那个凶手目前至少传出来的新闻，他是共和党的，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脑袋有问题了啊？20岁了啊，那他注册共和党人，那曾经捐给共和党15美元，民主哦，捐给民主党、共和党，所以基本上你要说这个是民主共和的大分裂，这个逻辑推得太远了啦。对，我因为应该讲的是说，令人怀疑是说这么近的距离，那个特勤人员在干什么啊？因为我看到那个有人去访问现场的一个群众，他说他去跟那个特勤人员讲，说有人爬上去了，那结果他们都不以为意，是因为那个距离射 AR 轻型步枪，如果用初速来算，0.15秒就打到了，那就是一瞬间呐，那坦白讲，因为那个枪比较轻呐，是打这样已经算打得很准的啦，如果是职业的啦，拿重型的狙击枪，那我觉得川普运气是蛮好的，因为我看到一个报道是说前3枪是真的有瞄准的啦，所以我们一开始连续听到三个不是连发，后面6发就是连发，那可能就是被看到了，那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他就改成连发这样，那这个事件当然就事后了，事后其实我看左右两边都在互相栽赃嘛，对，那可是后来就抓到凶手了，对，就是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可是重点是川普那个临场反应对啊，那个临场反应几乎变成了，我认为变成一个里程碑的一个画面所以就是那个画面几乎今天就传遍了整个网络。就是美联社那个得过普利兹奖的记者对拍下一个他哇正背疾呼，后面有美国国旗飘扬，当然一大堆川粉就无限感动啦，是说他愿意为美国死了，愿意为自由死了，讲一堆有的没的啦那不过幸好就是对民主党来讲，幸好那个人不是民主党这样，我说凶手这个我觉得整体对这个共和党是有利的啦，所以就有人做了一个评论嘛，说辩论完之后就发现川普应该会赢得总统，这个枪击之后就发现川普可能连2院都赢了，这样所以如果真的有影响，选举提早结束了吗？我看好几位学者都有这种看法，因为目前确实民主党的整合也做得非常不好了，目前那个拜登还在负隅顽抗嘛那党内的一些重要人物也不愿意真的表态，都讲一些模棱两可的话嘛那你看到那个 Bernie Sanders 还支持拜登，对不对？那奥巴马跟这个 Pelosi 不愿意讲话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共和党一定会有他的一个做成文宣式的传奇的一个故事那凸显出川普的领导特质啦。因为美国人真的是崇拜英雄，崇拜勇敢，崇拜爱国强人，对强人。那这个事件真的让川普这个特质完全表现出来所以有人甚至把那个硫磺岛那个插美国国旗那个图拿来跟他对着放，有一个国旗那蛮像的，有一个国旗。对啊，那个就是美国陆战队的象征嘛，大家都知道嘛所以我觉得这对他非常有利，而且美国的政治期货交易川普确实就是往上飙，大概往上飙了大概将近2块钱他现在是遥领先所以这个情况我真的不知道拜登，而且拜登的声明写得非常的软弱
就你是执政者，怎么会回应的这么软弱呢？那一下就被比下去了。而且我们知道共和党即将召开大会嘛，所以川普就立刻就从医院，然后回到，就是他还要继续跑行程，那这也看出他的这个坚毅有力的特质啦。那这个我觉得也是美国选民喜欢的啊，因为今天事实上有很多人去访问到，比如说年轻人啊，还有那个老人啊，那有很多人从来没投过共和党的，就说他这次要投给川普。就是他就觉得发生这种事情，他挺住了啦。那就是这投给这种精神啊，我应该这样说了。那我们刚刚画面就是他刚好走下飞机，刚刚在亮哥讲话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画面，他就是有公关团队在发布了这个画面，告诉大家，哇，神清气爽、气定神闲的走下飞机，还跟镜头打招呼，这就是川普对于喜欢美国队长、喜欢强人、漫威英雄的美国人来说，选民看到的这样的川普是不是符合美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但当然，另外一个层面在讨论都是整个维安系统，很多在究责说反应太慢啊，都已经有民众告诉你看到枪手啦，为什么你们才慢吞吞上去，或者是没有结束演讲？对，我们可以看这个枪手，我认为他是专业的，而且经过训练。要不然的话，135公尺就是150码，就是130公尺，那能够命中目标哦，那这个算是精准的。而且这个 AR-15的半自动步枪有点像 M16，那 M16的话，其实它比较轻。那你知道比较轻的状况之下，相对于后坐力会比较大，因为你重的话后坐力比较小，因为你重嘛，他想要挡的话后坐力就比较，你轻飘飘，它子弹一出去，它有后坐力，就会感觉到相对的会比较大，那会干扰弹道，是这样。那它干扰弹道的时候，这个你看它是135公尺哦，它要经过风向风速干扰，然后而且我们人在射击的时候，就算你瞄准的很好，你有心跳手也会动，你脉搏，对，那很精准的啦。那很精准的弹道，你枪快会调一点点是这样，你就算不抖，因为你心跳也会干扰。你看它能够精准的命中他的这个头部耳朵，这还好了，不是转头，它还好，因为太阳穴才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就是因为因为川普的习惯救了川普。对，你看他讲话喜欢摇头摆脑，对，他如果跟那个拜登一样定在那边，那不刚好个命中？他喜欢摇头摆脑，摇头摆脑你怎么摇？那子弹它是直线的，摇头摆脑就闪掉了。刚好他摇头摆脑，他讲话的时候慷慨激昂，然后还会他不但摇头摆脑，你看他有时候还晃，还会走2步、3步这样。他有时候是这样，注意看他的动作，他不是那个僵在那边的，他是很活跃，会有他是动态的演讲，不像一般的静态站那边，好像在那边读讯一样。他不是，他的习惯救了他。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哦。这个现场的干扰，我们知道现场它一定有内卫完毕之后内围完毕之后外围，所以它这个里面越来越近哈，它的界慎，我们的界护是越紧密，越远就越疏忽了嘛。那说什么特勤局讲这个范围已经超出他们警戒范围，合理吗？对，因为它那超出了吗？外围哈，因为它不要跑那么外围了，最重要是内围。那内围最重要，你外围的话干扰了，已经远了。那但是问题是有人回报啊。他这个警觉性就降低了，特勤的有人是不是在枪底，是不是有枪？他应该立刻就要去查，马上就呼叫那个位置，在几点方位，多少码？因为美国喜欢用码，他不喜欢用公尺，多少码有一个目标，穿白衣服，你这样讲一下就可以，马上就过去，这时候就可以做制止了。那大家防范于未然，但是他们重在内围还有外围，那外面的他们就没有在管了，那缺了在外面这样，像现在。这个狙击手的进步是越来越精准的，因为那个枪支越来越精准。你看，而且他是要置川普于死，所以他连射，棒，然后后面就连发，要半自动嘛，直接调后面就直接调全自动了嘛。因为半自动你要调一个按钮就变成全自动，是这个样嘛？那换句话说，你一直连发，你不是打一发，那就是要置川普于死地。只是川普他耳朵一受伤之后立刻趴下，这是一个基本的。我们一定要枪声哈，你没有柱子立刻趴下，因为趴下背弹面最小。那立刻爬，然后他这密情局直接盖上去，你要打那密情局的人嘛，这人肉沙包了，我们这样讲，所以他这次都有训，你看他后面是有训练的，
但是川普他这个人他是政治人物，Key 对他马上起来之后马上高呼，你知道 ，fight 就是继续战斗了。那这一幕刚好被记者拍下来，刚好后面有美国国旗，对，所以把它变成一个非常好经典的画面出来了。对，没有。那这边有没有加分？那年底的选举的结果大家就知道了。因为情治人的判断一定，虽然有一个枪手已经被击毙了，谁知道有没有下一个？看起来好像是 clear 安全了，但万一还有下一个呢？所以基本上会。通常比较更安全的方式，赶快把他掩护离开。他把他包起来，他自己头要就伸出来啊！他就是要喊跟群众讲话，而且群众本来应该理论上枪响之后应该要窜逃的，留下来听到他正被高呼，影响很大。严老师，我觉得这张照片我们英文叫 iconic 就是像偶像一样在那里，然后会在今年马上这个7月份这个。共和党党代表大会一定是背景是这个啊，然后我可以预测，我 T 恤已经出来了，对，我预测我自己我读美国历史、美国政治这个照片一定在里头，一定以后一定会在老罗斯福，对，反正就是这个镜头一定会在，就好像当年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甘乃迪总统他的一些这个照片，然后每一个总统他们都有一段很辉煌的时间，这个是川普最辉煌的一个，就是他今天站起来，打不死我的啊。那做一个对比，然后另外一个这个气若游丝的总统讲话比较慢啊，然后你就觉得到底要选谁？这个地点我觉得我特别要讲一下这个地点 Butler 这个是在匹兹堡北部，这个是过去其实一个小镇1万多人，没有什么，但是是投红的，所以宾州呢就是2个大城市。是投民主党，一个是费城嘛，一个匹兹堡嘛，工人中下阶级多一点的。对不起中间是一片红。那我觉得这一次宾州本来是一个摇摆州，那民主党是希望赢得宾州、赢得威斯康星跟密西根3个州。那最后他们的选举人票270对268，你亚利桑那州输了没关系，乔治亚州输没关系，内华达输没关系，我保住这3个。对不起，这个一打完宾州可能就没有了，翻盘了。我觉得更惨的是宾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候选人 Bob Casey 本来是领先蛮多的，我觉得他现在也是差着等，因为之前就已经担心你会不会被这个拜登给这个母鸡母鸡。是不是叫母鸡母鸡跟小鸡嘛？母鸡压死，被母鸡压死害死。那现在如果今天对方的母鸡这么强的话，那他可能真的是有可能败选的可能。所以川普不是光赢共和党的总统参议院他一定也会赢了，然后呢众议院一定会赢。所以这个是现在民主党的最大的梦魇nightmare， 就是整个被共和党整碗捧去。那民主党说我们还有什么能够对抗的？再加上川普上台，可能又可以再换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之前就已经有人讲了其实那个女性法官年纪不大是奥巴马任命才10几年他们就说，请你赶快下来，因为我们现在还有拜登在上面，参议院现在还是民主党。如果你不下来，万一有什么事，未来10年搞不好都是由共和党来任命的话，该怎么办？所以这个现在是我觉得美国国内会越来越 polarize， 就是会极化。但是因为这个凶手不是民主党的始终，不是少数族裔，那我觉得这一点大概还不至于造成更多的恐慌。从今天早上台湾时间大概9点多开始，就各种的谣言网络上满天飞。那其中到底这个案子有没有自导自演的可能，登上了热搜了那暗杀未遂，那又变成一个英雄，有没有可能是造假呢？自导自演呢？这些关键字都登上了全球，包括日本各国在社群上的热搜的一个问题。那大家在问，这么高的人在问有没有可能自导自演？不过看起来这个是要置他于死，要自导自演，除非这个枪手真的是太准了，不然的话，这也真的有可能把命都赔上去。遇事之后，大家问他出院了没？还在家里？出院了没？还在医院？各种传言。结果他下飞机，直接用公关团队把这个画面po给大家看。看这个画面，就当时还有各种新闻一下说他还在医院，有人说还没出院各种的传言，他就直接用下飞机的方式告诉大家。I'm OK， 而且他还跟镜头挥手，
走路走得很稳健，然后没事，哇，这个形象公关团队一发出来，给大家的形象 image 又是什么呢？那他在川普遇袭之后的发文，社群上面发的一篇文章，直接跟大家讲说，他右耳上部被这个射穿了啊，意识到出了状况，听到了嗖嗖飞过去的枪声，然后子弹的声音。然后呢，流了很多血，但他的结论非常有意思，这真的就是一个很完整的选举发文。God bless America， 然后天佑美国，就是美国啊，以美国优先呐、美国再度光荣，这真的是一个操作到了极致的公关的宣传了。而川普曾经自己说过哦，美国近年来枪支各种枪击案泛滥啊、频传啊，那他自己却长期支持拥枪权，所以他反对把这个法令修改，甚至自称是拥枪者在白宫里的好朋友，甚至曾经承诺过啊，当选以后会废除拜登政府的枪械禁令。不知道这一次枪击案之后，他还是一样这样的立场跟看法吗？川普火速出任之后呢，如期他也宣布会出席接下来共和党全国大会，受提名为候选人。但是过去低调捐款可观数字的马斯克，却直接公开跳出来了。他直接说，在川普这个遇袭之后，公开讲全力支持川普，希望他尽快康复，甚至也 PO 了我们刚刚讲已经变成 T 恤的那张照片，然后再告诉大家说，美国上一次有这么强悍的总统候选人是老罗斯福，当时他身中了一枪在胸口，没有致命，没有马上死，他坚持要演讲完90分钟才要去送医。那个是经典的一个前总统的画面。所以川普这次英雄式的现身，他已经赢了选举吗？那甚至不只是总统大选如此，退不退选拜登不重要了，已经连共和党的包括参众两院要完全执政了吗？大家都已经切心啊，还有几个月时间，现在才7月、11月才要正式的投票，所以拜登拼了老命硬撑，包括立刻休假嘛，本来还要去度假销假啊。立刻召开记者会，进到白宫，然后谴责暴力，还说要把所有的广告都暂停。但是他也说，美国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暴力发生，也不能纵容这种情况，呼吁全美的民众团结啊。问题是，他撤了广告，对于川普来讲，现在广告都是免费的啦，各种的这些照片，还有各种的支持者的声音，所以22个参众议员仍然在呼吁拜登退选。尤其12号在密西根州这个造势集会上面，大家有这种声音的时候，拜登仍然强势的表示，我们必须完成工作，我哪里都不会去，我很好。那拜登公开的口误已经不是新闻了，但这一次在欧洲的外交官形容这个过程是在北约峰会上，当拜登把泽伦斯基介绍成普京的时候，我们要介绍泽伦斯基介绍成普京的时候，其中一位在场人士发了简讯给 Politico 这个媒体的记者，写着 Oh my God， OM 多了个 F 啊，大家知道什么意思 ？Oh my God，OMG 加了 F， 所以震惊跟不满。所以让他们说，报道那边人告诉他，欧盟的这些相关的朋友啊，赶快去联系川普去了，是不是？现在在美国有这样的氛围，几乎抵定这个押宝的氛围也已经定了嘛？亮哥，我觉得这个更大的影响是民主党最近对川普的攻击可能会被迫停止。你看他那个夏文宣啊，因为你现在怎么可以攻击国家英雄呢？哎呦，就会有这个味道，你知道吗？这个，那事实上我第一时间看到那个右翼的那边贴啊，说这个大概是极左翼 Antifa 干的还搞了一个人名出来啊，结果完全都是错的你就知道他们多 care 这个事情，他就巴不得就是民主党的左翼干的那幸好最后的结果是一个注册的共和党，好险！然后好像是游走在2个党之间的，然后一个莫名其妙的年轻小伙子这样所以还好不能够从谋杀者的，就是枪手的身份来无限上纲不然我跟你讲这个没完没了了。如果真的是民主党左翼干的那共和党手上的武力可不得了这个共和党，尤其是川粉，很多都是地方的民兵还有这个 Proud Boys，那还得了骄傲男孩都来了还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幸中的大幸可是我觉得会影响到蛮多中间选民的，
这个中间选民分2种啊，一种就是他就是希望国家领导人就是要有朝气嘛，勇敢嘛，坚定嘛，在拜登身上完全看不到这种特质啊，这是严重对比啊，你知道吧？那这个严重对比，我觉得这个会影响到一些年轻人的感觉啦，尤其拜登现在那个巴勒斯坦的问题也还没处理好啊。对不对？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民主党这个选举要怎么选下去了。他外在就有那个巴勒斯坦问题，造成他各种族裔之间的分裂啊。那阿拉伯裔啦、非洲裔啦都相当感冒，还有穆斯林啊。那这个问题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处理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错误越来越离谱了哦，就是你如果连那个泽连斯基的名字都会叫错啊。我觉得你把那个贺锦丽名字叫成川普，这个国内的事情就算了，你把泽伦斯基叫成普京哦，而且是在北约峰会，我觉得大概那个盟友所有的人都快昏倒。他掰回来的时候，好像掰的还蛮自然的。我就想说，你可以打败他。这个实在是难以想象。而且我坦白说了，也。事实上，在拜登，我觉得甚至有越来越多的医学专家啦，就怀疑进出白宫那个医师是不是也在帮他护航啦。虽然他否认了，但是就是8次进出都是他生今生。我觉得他的，因为最近这去年跟今年见过他的人蛮多的，他们都觉得拜登发生明显的变化。或者我们广义讲叫心智能力的退化了，那个明显的错误、失言、讲错人名啊，什么都频率都在增加嘛。这个只要是熟的朋友一定感受得出来啦。那只是大家都不好讲，就是这样啊。我是认为连奥巴马都知道了，可是因为这个就卡在他们的政治利害关系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他已经完全没有公示了。我讲的是民主党啊，就完全卡住了。就你现在打川普，人家是这个时候这个英雄时刻，你不好打啊。那甚至有些人啊，把这个气出到媒体身上。我实际上在那个现场，我就说，我就有那个共和党的选民就直接指着媒体说，都是你们害的，这不是你们要的吗？对之类的话，就说你这个2年多来，你怎么去污蔑川普这样？那我还看到另外一个，也都是共和党人写的啦。他说他挨过了这个搜索海湖山庄啦，挨过了法院的追杀啦，挨过了多少次，然后现在挨过了枪击啊，挨过了死神追杀。他几乎就是要讲说，这个就是这个天主保佑命定的领导人，大概就这个论调都出来了啦。那个民主党就变成是代表那个邪恶追杀的力量，就变成这样。是。将军在美国，因为枪支实在泛滥，那到底拥枪还反枪，一直都是很严重的两极化的对抗。但就是总统，只要不管是候选人或当选人，一直长期就会有这种威胁啊，这也不是第一个例子啊。所以马斯克第一时间站出来支持力挺，金主们会不会都跑光光？就是想要这种，哎呀，就算有枪杆子底下也不畏惧的领导人。对，那个美国是这个我们讲，这第一个尊敬英雄，第二个他同情被害人。那刚好这一次川普刚好这2个特质都有。第一个英雄，你看他完璧的 fight， 他还继续战斗。第二个他是被害人，因为他被打到了，稍微一个闪失啊，就刚刚亮哥所讲的，就是差之毫厘啊，那就刚好命中脑袋太阳穴，那就一命归阴了，变成这个状况。所以这样子的话，在整个大选还剩下3个多月，移情能力就来了，大家会把这个同情心呢就转注到川普身上来了，这个票。这个吸票机就来了，这很清楚的嘛，因为大家会同情被害人，这是很清楚，又是很尊敬英雄。美国是个英雄主义的国家，你看美国对军人是非常尊敬的，对不对？很多是优惠，你军人优先，优待军人也先享受，军人在社会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这在我们台湾是没办法去想象的，也是我们台湾值得我们台湾去学习美国对军人的尊敬，还有赋予军人的社会地位，要这个样。那我们先来看现在拜登要换不换呢？我认为不是关键了，
换跟不换答案是一样的，没差了，是一样的，没有差别了。都输了我认为他们吵不吵，要不要换不换败，我这个都不重要了，因为现在整个版面转移到川普上面来了，新闻版面都转过来了嘛。那川普的他的这些司法的案件都完全略而不提了，不会再提了，都不会提他司法案件了，不会都相对就削弱整个川普的负面没有了，都是正面的了，英雄的、受害者的都来了。那会不会讲以前的司法案件怎么样了？以前国会大厦的山庄的事情，大家都不会去提这个。提这个，你这个时候这个哪壶不该提哪壶，不要再讲这件事情。你新闻如果是报这些的话，都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新闻的受益者，这个是川普，而且是大受益，不是小受益。这是根本有没有川普有多少政治现金，我认为不重要。他胜券在握，十拿九稳。这个一看知道就非常清楚了。而且将来的新闻战场全部转移到川普这边来了，拜登慢慢被弱化、被淡化、被边缘化，这个其实很清楚。但你都是负面，你拜登你都记错，你名字也记错，你的脑袋也什么的，你年纪大了都会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整个来看这个状况的话，整个的选情在这个时间，这个慢慢非常明朗化了。那枪支能不能管制？我认为枪支管制在美国无解，任何总统上来都是无解的。严老师哦，当然网络上各国都一样，热搜的关键字叫做自导自演。这个事件看起来有任何的可能性吗？我自己啊，2004年台湾的总统大选的时候，我人在美国，那有记者访问我，就说到底怎么看哈？那时候我刚好手边有一份《纽约时报》的译文版啊，那这个就是你知道有那种专门叫做什么译文的评论家，他们写的英文字很蛮有意思。他说那个舞蹈的动作非常难啊，他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它，但我知道没有人能够重复做这个东西啊。他用一个 duplicate， 一个 explicate。我说我们总统就是那个你说那个319枪击案啊，到底该怎么解释？说就这样子划过啊，然后你说好，再来我们再试射一次，不可能嘛，对不对？那同样，我觉得川普这个也是，你要怎么可能说是自导自演这样划过去啊？就刚好他头摇摆一下，就是耳朵，然后呢就完全不伤，这种可能性很低啦，说老实话。但是会不会大家是想着说不是这个这个射的是有射，但是呢可能啊在这个其他就在底下啊弄一下，可是对不起啊，那个我们刚刚看那个镜头，人家看到那个弹道都这样过来了，所以你很难说是自导自演。但是大家会认为说川普因为这个人常常会有一些出奇的想法，可对不起，他现在是领先者不需要做这个啦。我觉得领先者真的不需要，他现在领先，而且刚才我们讲了这个拜登啊，经常出问题。那拜登的问题就是说，大家都说要不要换灯啊？那我自己的经验是，你知道我们家的灯泡有时候闪一闪啊，结果你要换它的时候，它又亮了啊，那你就觉得说，再用一下吧，啊，然后用一下，说不定又撑了很久，但忽然又秀抖了。最关键的是又秀抖了，所以不知道，对，就糟了啊，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解释拜登啊，就是因为他的幕僚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都是亮的啊，可是呢，大家一看他的时候，不。一下就跳一下，闪一闪。有最可怕是，你知道那个灯泡闪一闪，那你已经决定了说这个灯泡就是不行了，但忽然一亮回来又亮了好久，所以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就像阿亮讲的，拜登是需要真的要自己决定要退出，因为我们自己最近接触很多年纪大的碰到失智的问题，那个叫断崖式的好快急速恶化，对，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看到拜登前后的对比，应该都知道他就是在急速恶化中。那他又不太愿意让他的这个整个的健康状况公诸于世。我觉得我们台湾要不要找一个医生帮他做一个80量表啊，就知道他能不能够他缺诚实的医生，对拒绝。所以川普辩论的时候不是讲吗？所以你先做一个认知测验嘛。是好，接下来如果说美国的状况是这样，其他的周边的不管是盟友或者是敌人呢，对于金砖国家的会议论坛，当然美方一直都是很 care 很关注的，中俄联手合作，说是要倡议反对脱钩断链。这次的金砖呢？
全国的大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特别去参加，赵乐际特别说，坚持多边主义，促进共同发展脱钩断链、筑墙设垒，都是他们反对的方向。所以，当我们看到他会的普京巩固互信深化的时候，中俄的合作已经是越来越深了，甚至也无视北约宣言中俄要举行海上联演。这次所宣布的讯息是要展示双方共同应对海上的安全威胁，那进一步中俄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的伙伴关系建立了。而伊朗总统也发言就一起三方的合作，中俄始终站在一起，希望跟中国可以有更广泛的合作。伊朗很珍惜这份友谊，要走向全新不是现在美国说了算的秩序是全新的全球新秩序。好，北约要提防中国，所以做了很多事情，包括了要阻止中国去援助俄罗斯。北约放话如果要收回在欧洲带路的建设项目，一带一路了就是北约峰会谴责的挺俄措施，包括提供各种的武器支援或者是如果俄罗斯在欧洲东部爆发更大冲突，就会收回这些基础设施，以免成为援助俄罗斯提供的援助。那很多国家都在这一带一路的倡议底下的合作目标，光讲港口好了中国在14个欧洲的港口都有或多或少的股权。以版图上来看，很大的3个港口包括了欧洲汉堡港、鹿特丹岛、安特卫普港，这几个都是关键的位置，在欧洲也都是有中国大陆的影响力在其中。那中白俄罗斯的陆军联合训练也进入了所谓各种更深入的适应性阶段，有各种专业的项目，表明这个专家说，表明北京当局继续要参与欧洲事务，不会停下来。而英国这次欧洲为了要主张怎么因应这种趋势，所以英国更强悍的说，在举办这个欧洲共同体 EPC 峰会的时候，首相讲的这个施凯尔说，未来领导人大概有45位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共同同意，要包括能源、捍卫民主、移民，都涉及到了英国跟欧洲大陆在安全事务的进一步合作，包括海毒蛇更多的驱逐舰都在强调以更多的部署来跟美国一起联手在合作的2栖攻击群会合等等，都在强调对于因应中国大陆可能的影响。那还有俄罗斯威胁波兰2025军事开支要提高到 GDP 5%，这些跟北约的各种约束力有关。他要把国防武器的这个预算提高到5%，却在一个彩排里面刚刚发生一个空难画面。我们看看这个最新的画面是来自于波兰这个媒体的报道一架 M346的教练机飞行的时候突然发生意外，机头向下接近垂直的这样的角度撞击地面，结果机身我们看到整个变成一团火球还出现像火龙的一整条的这个在机场跑道上出现的画面，吓坏大家，的确是面子比较挂不住。到底发生什么事，还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但无论如何，美国计划在德国要部署远程武器。克里姆林宫俄罗斯就警告了这种潜在受害者是谁？是告诉你是欧洲国家的首都。好，你把部署的炸弹这个远程武器部署在德国好了，到时候将会是头号被攻击的目标，冷战式的对抗将会重演亮哥，我们看到在中俄的合作，跟还有伊朗这些合作的模式，跟欧洲之间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拉锯。前一段我们刚才提到，欧洲人赶快打电话给川普了，还是赶快跟川普合作快一点嘛？对了，那个匈牙利他去参加北约峰会，然后顺便去拜访川普，这个实在太明显了那个，我觉得中国的角色，他非常小心谨慎他采取的外交，我认为大部分都不是对抗式的比如说你说中俄你也不能够说他们已经结盟了这个只能够说。因为中国大陆知道大的战略格局就是俄罗斯不能倒俄罗斯如果倒了，那接下来美国就全力对付你所以这个有2个就是中俄同时存在的2极这个在战略上对中国是比较有利的，可是这个并不等于说中国就支持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这完全是2件事可是。这个站在美国那一边，北约当然就直接说你支持俄罗斯嘛，所以他就要在里面做比较细的切割了比如说他不会直接给军品嘛，那军品2用的有了民主舰那经济非常多，人员采购非常多
那可是印度跟土耳其不是一样，所以它在这里就有一点转圜的空间啦。那我觉得欧洲也是一样啦，因为他知道欧洲不会跟美国完全一样比如说电动车，美国是直接征100%的税，那欧洲现在就陷入两难嘛。比如说欧盟最近要针对这个要做表决嘛，那目前传出来德国要弃权了。是德国不愿意表决啊。那目前也传出来，这个意大利媒体自己写的，意大利说要那个争取中国去意大利投资啊。那目前也传出来其他国家嘛，比如说匈牙利啊，那波兰啊，波兰中国大陆也要去投资啊，西班牙啊，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可能是用这种方式啦。所以你在问说，比如说那个极端的意见，那个会不会落实？我认为那根本不可能啊，因为“一带一路”对欧洲也有很大的利益耶。比如说波兰事实上就是第一个参加“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啊。那波兰虽然非常亲美，在军事跟政治，可是他在经济上一直跟中国关系很好所以你看他总统还访问中国。那无论如何，中欧班列第一站就是波兰啊。我说欧洲的部分啊，那波兰有可能直接不要吗？不可能啊。还有中国大陆在欧洲有经营很多港口嘛，那你说这两个最大的港口，两个都在荷兰啊，荷兰就靠这个过日子荷兰跟中国的贸易超过1000亿美元在整个欧洲仅次于德国啊。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两个港口啊，它本来就是海上马车夫嘛，他的绰号，它本来就是海上帝国嘛，所以它本来就是欧洲的一个非常大的商业帝国。荷兰怎么可能说这两个港口要收回来？这个简直是天方夜谭嘛。所以我说，这个就是自己不是商业帝国的一些其他欧洲国家在那边鬼叫而已啦。可是欧洲这些国家每个人利益都不一样，所以你有时候就会听到别人讲比如讲这话的有可能是北欧国家那北欧国家就是完全亲美嘛，他们跟中国没有太大的利益啊，没有啊。还有波罗的海国家跟中国利益不深嘛，可是欧洲有一大块跟中国利益都很深啊，比如说希腊比如说荷兰德国，对啊，你说这些国家怎么可能照这种方式来讲话？所以从这个逻辑讲，就是欧洲根本已经分裂了啦，就是他对中国的政策不可能统一了。所以你看电动车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 case 嘛。那你说那个说港口的贸易啦，汉堡港上次不是挣扎了半天？对。那后来股权本来要买34.5啊，后来就降嘛，后来是降到25左右，可是还是让中国进来啊。我觉得汉堡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了。就是两种力量在那边拉扯嘛，而且你不要忘了，现在执政联盟里面还有反中的政党绿党在这种情况下，还是一样输给了中国啊。脱钩断链实在太困难了，对欧洲的选择来说。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回来再看到欧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呢，基于跟美国要站队嘛，各种的贸易的壁垒，一带一路有没有可能成为双方要划清界限的一个重点呢？有可能办得到吗？尹老师？我自己研究非洲啊，那一带一路在非洲是很多嘛这个它的项目特别多，那大家都可能会就是特别是美国会担心是什么？是中国透过这个一带一路，包括港口，包括机场，掌握了当地的水文，掌握了当地整个航空站的，因为你要帮他建设甚至说，譬如说要新的一个可能这个码头，或者我们讲航空新的这个terminal， 那都需要有更多的资讯。那你觉得大陆的这些工程师可能也不是吃素的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收集好，这个是美国最担心的。就万一今天要打仗的时候，中国可以掌握欧洲跟非洲、跟中东、拉丁美洲各样港口也好，这种铁路的运输上面、公路的这些资讯的掌握的程度，比美国掌握中国要多。
所以我觉得美国一定是施加压力给北约国家说这个要切断，因为你们有安全的疑虑啊。那可是问题是，大部分这些基础建设，不一定会有军事用途啊，这些港口可能就是只是商用港口，但是基本上这些国家都希望透过"一带一路"基础建设的提升，能够帮助贸易。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那美国现在大概也忘了，他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靠贸易在做就是帝国的，他现在是靠印美钞，然后呢靠强制、靠关税。页岩油，那所以他等于用他自己的想法，想要把强行压注在其他的国家，那我觉得这个是有点为难啊，让欧洲国家也很为难。我跟着你走，可是你这条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走，因为你是第一大国，所以你可以走。我们还是要靠做我们的贸易，特别刚刚亮哥也提到，你荷兰就是一个传统的贸易大国嘛。我们以前在欧洲也是，荷兰就是等于是。这么小，大家可都不知道，台湾跟荷兰贸易也是很下叫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美国要去理解小的一点的国家，靠贸易立国的国家，不能跟着你天天搞制裁，不能天天跟着你说，某某人我们不能来往啊。你看德国多可怜，被搞了一个那个俄罗斯的这个天然气，就让它影响多大。所以，然后要去买你美国的，然后美国还加价卖给欧洲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实在是就是资本主义到了一个地步，连盟友都是他的受害者。是，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中东各种冲突还持续进行当中，而伊朗的角色怎么看？那我们看伊朗，它现在是要加入金砖，金砖由5国变成10国了。那我们可以看出来，将来世界上的格局变成两极对抗，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美国的话以美国为首，然后外面的话我们知道 G7， 美国、加拿大、日本，包含英国、意大利，还有法国、德国 G7， 然后再加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以它三个区块放大了。那中国大陆的话是中俄。那中俄这个区块的话，中俄完毕之后，往外面第二个核心的话就是金砖10国。那金砖10国这些国家慢慢扩大之后，加上中国大陆"一带一路"，"一带一路"100多个国家，所以变成它这个经济跟它的军事和安全可能就朝这个地方去了。所以这变成两大集团，以美国为首的，还有以中俄为首的两大集团相互对抗，变成这个状况。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就是关于波兰的空军在这一架的 M346的教练机在彩排的时候坠毁。我一看这个天气很棒，它能见度非常的好，应该人会产生这种错觉或空间迷向的可能性不高，所以天气因素没有，因为没有大雾嘛，就一看能见度那么棒，人为的因素我认为要空间迷向或者是错觉几率也不高，我认为是飞机的问题的可能性就大了，因为你看它这是垂直的状况之下，这时候你人只要是 OK 的，人这时候就会带起来，因为它高度会消失会垂直，赶快带起来，没有任何丝毫带的机会。换掉这个是不是它的往地上撞了？对，撞下它的这个飞行操纵面飞超细。